们来到 Palm Spring 啦。Palm Spring 就是沙漠里面的一个绿洲。印第安峡谷，买票进来啦，一个大人是12块钱。棕榈泉位于索诺拉沙漠之中，这一带有许多绿洲。大家或许都听说过绿洲，但可能很多人从没看过真正的绿洲。这也是为什么来到棕榈泉一定要来体验一下绿洲的魅力。当中最有名的便是这一座印第安峡谷群。这里有百年的棕榈树、雄伟的巨石群及潺潺的流水，更有绵延不断的沙漠景观。除了可以徒步健行，还能亲自见证印第安人祖先在此遗留的踪迹。我们现在要走这个安德里亚斯峡谷 Trail， 它全长大概1 迈，是一个环形的 Trail。你看，这个就是绿洲里面的棕榈树，哇，每个都长得好高大哦。这个安德里亚斯峡谷啊，是3座峡谷里面最容易走的一个，难度指数是简单的，而且啊，它是一个环形的环形的步道，绕一圈之后会再回来出发点这里。哇，这一路上啊都是这种石头跟沙子的泥土路，走这个 trail 要穿一双好走的鞋。沿着峡谷的上方，这边就都是沙漠，然后峡谷的下面就是绿洲哦。你看绿洲就是在峡谷的下面，你看很特殊哦。你看远方山上有3座小房子，这个就是大概建立在1925年，是一个致力于保护这附近自然环境的组织，他们的房子就建在远方的山上。这里啊，来这里要做好防晒，要带足够的水。这边在夏季啊，有3个月是不开放的，因为实在太热了，而且一路上完全是没有树荫。尽头有一个瀑布啊，我已经听到有水声了。哇，有很多人在这里玩水哦。哇，这个小瀑布到啦！哇，这真的是小瀑布，跟想象中的瀑布不太一样。摸看看。沙漠中的绿洲感觉怎么样？哇，很冰凉哎！哇，好赞哦！没有像说沙漠中的水是热的，没有，这个很冰凉。我们现在要沿着这一条小溪走在绿洲里面啦，绿洲峡谷里面。哇，参天的棕榈树，听说这棕榈树已经有100年了，100年的棕榈树。原来棕榈树的须须是这样子形成的，是树叶垂下来，然后枯掉变成须须的，然后绿叶又从上面不断的长出来。原来是这样子。对啊，你看这些都是垂下来的树叶，须须就是垂下来的树叶啊，要经过很久就变成了须须了。在一片沙漠中听到这种潺潺的流水声。是不是很感动？这里的水又这么的清澈，看了都好想喝一口哦。这个在水里面，这个一丛的这个啊，这个就是水蜡烛，一支一支的长在水中间，这就是水蜡烛。因为现在冬天了，它又枯掉了。哇，你看，走在索诺拉沙漠里面的亚德里亚斯峡谷啊，这一片绿洲旁边的棕榈树长得这么的密集，很美哦。如果啊你时间不够，这3座峡谷你只能选1座的话，这座峡谷不但漂亮，而且难度不高，很容易入手哦。这一路上的岩石啊，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些小洞。这是以前啊，这是印第安原住民用来捣豆类或者是坚果类的石臼。
然后路边啊，这边也会有那个复刻以前印第安人居住的草屋。它是用那个棕榈树的叶子做成的一个草屋哎。这样看照片很小，其实还蛮大的哎吼。对啊。可以睡觉，对不对？对，可以躺着，里面还蛮凉快的。在沙漠里面盖这样子的草屋还蛮实用的。这一片就是索诺拉沙漠啦。我们冬天来啊就已经这么热了，夏天这里也会关闭。夏天有3个月这里是关闭的，因为真的是太热了。哇，你看这一颗石头，哇，我们过得去吗？可以。我们现在来到棕榈峡谷啦。你看这个棕榈峡谷啊，是世界上最大的绿洲哦，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这种加州扇形棕榈的绿洲。你看这一片长得满满的棕榈树。这边看到一座雕像，这一座啊，它是2014年立在这里的。这个雕塑是在2012年的时候，由棕榈泉高中的焊接课的学生所创作的。它是用来纪念曾经出任在这里的印第安奎因塔族裔的酋长。前面这里就是棕榈峡谷 Trail 啦。哇，我们就从这里要走下去，这个全长有15 mile， 所以看想走多远就走多远，不想走了就掉头回来就可以了。啊，这边也有以前原住民住的草屋。哇，你看这边每一棵棕榈树都长了这么多，这么茂密的须须。这座峡谷啊，是印第安峡谷3座峡谷里面离大门最远的，这个需要开车开到尽头。你看这一条风景秀丽的步道啊，可以穿越这个峡谷，沿途啊可以经过这么漂亮、这么庄严的棕榈树林，还有很奇特的岩层，还有很多年的安德里亚斯溪。这个步道啊，沿途可以走在这个参天的棕榈树里面。峡谷里面啊，一片绿意盎然，都忘了自己在沙漠里面了。哇，我们发现野生的大角羊！哇，野生的大角羊群哎！哇，这只很雄赳赳、气昂昂。哇，它在看我耶！这边有4只，这个就是棕榈树的果实啦。地上掉很多，我们都以为是羊大便，好像山葡萄一样，好大一串哦。哇，这些岩层都崩落了，造型好怪异的岩层哦。他说这边小心会有水流哦，会有水流通过。现在啊，因为现在是冬天，是枯水季，所以啊，这个目前还是有路可以露出来，可以让人家走过去。雨季的时候，这个水是漫过去的，这个要小心哦。如果水太深的话，就不要过去了，可以走到这边就折返了。从这个小溪回停车场大概0.5迈，可以走了。哇，真的是人生第一次看到这么标准的绿洲。原来沙漠里面的绿洲就真的是长这个样子，然后有棕榈树，有一条小溪，然后就这一区而已哦。棕榈树就长在这一区，其他的地方就都是沙漠。这个野生的棕榈树如果没有修剪它的枯叶啊，你看它的须须真的可以长到好惊人哦，像一头野生植物界的狮子王一样。看啊，这一棵长歪的棕榈树，其实在网络上还蛮出名的。
很多人来这里啊，都会跟它合照打卡哦。它不但形成天然的拱门之后啊，你看它这边又再往上长。我们现在要走3个长歪掉的棕榈树，它形成的拱门哦。这是第一个，这是第二个。你看，这是第3个啦！哇，这段路要回去很累啊，这都是上坡，又好热哦，要带足够的水。印第安峡谷在好几个世纪以前，原本是美洲原住民的居住地，后来在19世纪末期发展成为自然休闲公园。由于是难得一见的沙漠绿洲，绝对值得来发掘探索。我们现在要走穆雷峡谷步道，跟去看7姐妹瀑布啦。哇，你看，这里就真的是像走在沙漠里面，哇，完全没有树荫啊，都在大太阳下面走，也要做好防晒。我终于可以体会到在沙漠中行走，又渴又热，看到绿洲是多么兴奋的一件事情。好热好热，终于走到棕榈树林里面了，好凉啊！终于比较凉快一点了。天哪！这个步道啊，以7姐妹瀑布 （Seven Sisters Waterfall） 最有名。大家可以看完这个瀑布之后，就可以折返回去了。这个沙地真的是不好走，走在沙漠里就是这种感觉啊。这一棵啊，你看它的须须已经结合为一体了。哇，你看它的果实也是结实累累。这个是我们经过的第3次小溪啦。你看这棵棕榈树，它已经倒了，可是它又往上涨了，真的是好强韧的生命力啊！哦耶 ！Seven Sisters 啊，太感动了！穆雷峡谷步道啊，这个可以带我们到拥有很多棕榈树的那个美丽休闲区。然后还有骡鹿啊，或者是其他野生动物会在这个峡谷的上方。这边的游客比较少一点啊，所以这边拥有与世隔绝的美景。哇，我们终于到啦！终于到7姐妹啦！哇，真的走这么久没有白费。这个瀑布真的是很漂亮，在洞里面的这个瀑布。真的是漂亮！哇，这个瀑布打下来又好凉哦，真的是走好久好久，走得快要放弃了。哇！我们在沙漠里走了好久，终于走到这个瀑布了。在沙漠里竟然有这样子的一个瀑布，啊，真的是好难想象哦！这条 trail 也可以 hiking， 马也可以走。哇哦！看这里的棕榈树就是有修剪过的啊，也都把它脱下来的那个树皮跟叶子都有修剪，把它修掉，就不会长得像狮子王一样变成须须。